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这个礼拜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中华城这个案子，因为算一算像应小薇他们的一个羁押期来看的话，要不要延押，这个礼拜就会决定，而这会有一个联动性的，包括柯文哲主席他们，包括陈进他们，是不是都会有延押，还是会在2个月以内？真的会做起诉或不起诉的一个动作吗？这所有这些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当然，检方第一个还是在包括提讯相关的一些人等，今天包括应小薇的一些助理啊什么，全部都提讯。第二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媒体上，因为民众党一些朋友一直也不断讲说，为什么北检你老是有一些特定的媒体会有一些讯息出来？不过到今天为止，这大概几个假日来看，这几天讯息非常多，而且有很多的媒体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讯息，包括有没有冷钱包的一些讯息，包括有没有很多建商集资，你没有听错，上亿的钱给了柯文哲主席。很多媒体这一届的报道，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报道呢？那当然，民众党像陈彩涵没跟你讲说，像这种科幻故事太多，我没有办法一一去回应，甚或不愿意回应侧翼啦，很多这样一些事。但是这所有的事情的发展。有一样，我相信对柯文哲主席来讲，一定是非常揪心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柯爸现在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在加护病房。那柯文哲主席在押，那在押，照依法规定是可以去申请，包括到医院去，然后去探视他的父亲。那后来证实18号。那柯文哲主席也去医院探视，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大一些讨论。不过一开始先让你看一下，那柯文哲主席的爸爸，那身体最近有一些的状况，相关一些讯息的报道。来，今天柯爸送进加护病房了，我相信柯 P 在土城不知道，土城到台大医院就这么远，怎么感觉好像是两岸关系啊？怎么会搞成这样子，骨肉分离？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而这个国家执政党压人取供，拘押我哥哥，而我要独自面对我爸爸的生病。加油！并不是所谓的深夜，大概是在傍晚的时间，星期五的傍晚的时间。那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哦，所以其他的人更不可能可以进去探视。所以以上有几个明显的可能对家属来说会是一个蛮困扰的地方，他们也希望由我来代为澄清。那所以刚刚你说的是借据的部分，我想都是依照规定。好，会特别问到借据的部分，当然就讲，因为毕竟在押嘛，在押的话，如果要是出来探视的话，是不是还是有相关的借据？因为主要是因为蔡壁如在前天也讲说，后来证实是有，因为中间也讲到说有没有朋友拿了一些资料，包括病情的资料给柯文哲看。那陈彩也讲说没有，时间不对，而且没有拿病情的资料给他看，因为在过程当中。通讯这些都是被禁止的，确实这段是对的，因为你不知道给他看的病情资料里面。中间有没有夹什么资料？这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因为我们当律师，所有只要在羁押的被告的话，都是这个样子一些情形。那为什么会有传出像这么多一些人讯？是，可是还有一则讯息，好像是一电视的一个报道，然后柯文哲去看爸爸的时候，心里当然难过，是揪心。他甚或有没有讲不共戴天之仇，针对执政党，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不管政治立场怎么样啦，或对柯文哲的案子的想法，我想在座所有人，包含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一定还是希望柯爸爸的状况是可以好转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司法案件是2个不同的事情但是柯文哲去看爸爸，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人之常情过去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因为锒铛入狱之后，那不管因为家里怎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就依法可以提出申请，那他提出了，那就由法务部里面去作为衡量但是扣除了这些事情之外，现在有传出来讲说柯文哲这个去探视父亲的时候，说是不是因为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执政党想尽办法用尽司法的部分搞到他们。其实你看刚刚柯美兰的那个说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论述就是他的主轴是他在司法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是被罗织入狱，然后呢，今天入狱完了之后呢，押人取供，还搞到就是他们必须要骨肉分离。你看柯美兰讲的那个话说，哇，连我们亲人都不知道彼此亲人的下落。我就讲网络上面有讲
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那柯文哲的子女现在有多少人还在海外？如果照你们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已经悲情到这个样子了，不回来了还是不回来啊？那我讲就是你的这个柯文哲的儿子柯志尧嘛，对，柯富尧嘛，哦，那到现在为止，他人也在海外啊，他并没有受到行动上的限制啊。那如果按照他们现在讲说，只剩下他一个人，也没有吧？就是说柯家也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亲情的部分我都不批评了。但是回到务实面，因为他们谈论到叫做司法，这个司法里面就回到了刚刚您看陈志涵的那一段哦。因为是蔡壁如原先，老实讲，外界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没有人知道什么柯文哲有到这个台大医院去。事实上，也是蔡壁如这边他们先谈出来讲说，哦，因为有朋友拿了病历去给柯文哲看，这个事情是老实讲可大可小了啊，但我觉得没有可小的空间啦，因为按照这个大律师说的，就是我们一般现在上面来讲。就连律师进去律见，能够跟他谈话的范围，基本上都已经是有一个的规范存在。你说有人谁会拿着一个病历去给柯文哲看？所以陈志涵当然赶快出来否认啊，甚至还提到说，哦，这个有很多的资讯是错误的，造成家属的困扰。他明着讲的其实就叫做蔡壁如啊，是。蔡壁如什么时候从一个柯文哲身边跟着柯文哲最久的人，最了解柯文哲的人，而且我不认为他不了解柯家的状况，到了陈志涵的口中变成是一个造成家属莫大困扰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柯文哲的司法到现在为止哦，老实讲，就是说他的家庭的状况，我当然没有人会认为说司法要搞到就是这样，可是问题是现在是在司法侦办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民众党一直不断的就是去营造一个悲情的状况，那个悲情其实是情感上面的，但它不是理智性的层面，理智性的层面是什么？就像您刚刚特别提到这几天的讯息非常多，包含到民众党有没有给他的党工乱灌钱进去里面，我不知道柯文哲知不知情，我老实讲我不知道哦，我也不会说就是柯文哲你要负责，但我就问。谁给了这个名单？一定有人把党工的名单拿出来说，这个账是报到这几个人身上吗？民众党有空去回应柯文哲的悲情跟他的这个痛苦，为什么不愿意针对这件事情？你就告诉大家，谁把那号称我记得好像72个吧，还是71个啊？就说被灌水进去的，而且他们现在也承认说要补正嘛啊。请问谁当时把这几个名单拿出来？他不拿何博文，不拿康仁俊，不拿姚惠珍。不会拿于将军，因为我们不是党工，谁会知道党工的名册是可以把那个钱灌到人家上面去？如果没有，你大可以否认。可是没有啊，他只讲现在看了只讲说要补正，这是第一个，到现在为止，民众党没有正面回应的。第二个是你说新的讯息，今天也有媒体出来讲，就是说那几个这个那一天被大约谈的几个这个政商界或者什么，都是在支持什么，在支持蓝白合的。我曾经讲过，那一天我们那个柯文哲去签完蓝白合的那个7月15号礼拜3，对，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哦，当时民众党为什么那么 care 柯文哲，说你去签了这个蓝白协议？如果大家记得去找一下原先的新闻哦，他们那时候有讲说，因为之前就发现到柯文哲好像态度有点动摇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柯文哲到处讲好累哦，不想再选下去了，没有资源，这些都是在当下他们民众党所讲过的。那可是柯文哲在那个时候带着陈志涵进去要谈的时候，陈志涵被请出去的那个当下，他还看着国民党的，看着柯文哲说，这跟原先讲好的不一样。柯文哲一样吞，低着头不讲话。后来陈志涵出去，最后泪洒在外面，后面还搞到什么？陈志涵说要离职，柯妈妈一堆人帮陈志涵抱屈，说当对你柯文哲对家久啊，做个新路，今嘛要离开。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还很好奇柯文哲为什么后来那一天签完之后还来这里嘛？是啊，就这样，主任弄了一个板子嘛，将军也在嘛，对啊，我们有一个板那个6点协议嘛。柯文哲还很骄傲的在那里讲说，没有啊，我就是这样。好，今天的媒体最新的报道是，其实在当下有支持蓝白合的很多人就捐了钱给柯文哲，而且这个钱都记载在柯文哲的那个 USB 上下。你知道现在的讯息变成是这样哈。之前大家在看北检的侦办的方向是说，我今天找谁来厘清什么是不是？但现在没有啊，现在那个钱的部分更具体的指向叫做支持蓝白合。那问题来了，民众党全党从柯文哲以下，对不起柯文哲要排除在外啊，
柯文哲以下所有人看起来在当下都是反对蓝白合的。那如果真有送钱给柯文哲是为了蓝白合，民众党上下不知道这件事情，那钱去哪？那钱去哪里？请大家看一下哦，柯文哲在当时的时候曾经自曝过这种事情。他说有2亿的钱，有没有？有人拿2亿美金跟他开价？那个国义太在乎这件事。他本来说开价1亿，后来开价到2亿。柯文哲在当时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有余姓商人季将军跟一个魏先生。那时候大家讲说将军姓季的没几个啦还有一个就在国民党啦结果大家搞到莫名其妙。柯文哲在当时说什么？他说呢，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让他们留在历史上吧。现在看起来不是留在历史上啊！你说的那个2亿美金，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现在看起来，因为现在很明确的讲说，是因为了蓝白合这件事情是给了，那这有没有手影压撑，这是一回事哦。可是柯文哲在当时蓝白合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态度上的转变。因为现在很明确的讲说，是因为了蓝白合这件事情是给了，那这有没有手影压撑，这是一回事哦。可是柯文哲在当时蓝白合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态度上的转变，而且他也同意。那问题来了，这个吴哥大律师嘛，我不知道如果他今天真的有人送了钱给他，说我希望推动蓝白合，然后这个钱柯文哲收走了，而且他也先签了，签了之后呢，隔天对不起，隔2天反悔，我不要了，我继续签，我继续跟你选。有没有背信啊？大律师叹了一口气耶。因为我没有办法验证这件事啦，因为可是今天这讯息太多，好，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因为这件事情，他任俊讲，你很难想象，而且媒体上这是上报的报道，是我讲现在不是单一特定媒体了，那我同意民众党或黄文昌他们讲说，侦查不公开的东西到底现在是变成什么状况，这个应该要检讨的一块。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讯息要等到起诉或不起诉以后，大家再回头去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照上报这篇报道是上亿，那这个钱我觉得对大家就要好好查到底有或没有，要不然的话，这些钱如果真的有这一批的话，那钱到哪去了？对，都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而且现在看起来，包含那个当时陈佩琪，他不是很喜欢秀柯文哲相关的东西吗？那时候所秀出的几个账户里面，他讲说他们有几大金流的部分，有包含到说什么长辈留下的钱，然后有什么陈佩琪担任医师的存款，柯文哲担任医师的存款，然后呢这些他那是几大的金流里面钱加一加也不到这个数字啦。所以我当然必须讲我也赞成啊，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事情最后就是等到司法上面嘛所以我认为北检在这个阶段里面已经不是拼起诉了现在拼的是什么？叫做拼定罪因为你起诉看起来是一定要起诉嘛，一定起诉了，你不可能不起诉，可是人家起诉是一件事情你北检能不能巩固这个经历，他接下来要跟的攻防其实是跟法院，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还是觉得，就是说民众党在这一段时间做了非常多的回应但是你真的回来爬出他的整个的回应里面，有大概80%是针对什么情感上面的我的内心小宇宙，就包含到现在说因为到了这个医院里面看着父亲，然后柯文哲他的心情感受，其实老实讲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一定有很多的不满嘛可是当民众党的上上下下从柯案爆发到今天为止，一直围绕着在情感面的部分，而实质上被提到的是那一块跟司法有关的事情，包含到谢国良的200万，到今天为止民众党没有任何回应包含地方人士说给了300万你们拿去做装潢那一个，民众党到今天没有任何回应而所有的回应都来自于是好，柯文哲就因为这样，如果他真的如媒体说报道，因为老实讲柯文哲在当时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面或者看他父亲的那个对话，我相信在座没有任何人在场。当然，那他是不是事后有去跟谁转述或是怎样？老实讲我不得而知，那是媒体的报道，媒体要写的人他必须要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单纯的回到司法的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了对于柯案的本身来讲，其实你会看到一些直接有正相关，或者在过去帮柯文哲在辩护的人里面来讲，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去碰触最实质的司法问题OK，对，我相信所有的来宾也是一样，那大家衷心的希望柯爸的病情能够好转。OK，因为我们在节目，我记得好像是有一年的过年的特别节目，请柯妈跟柯爸两位然后来访问。
你知道柯爸跟柯妈两位，一个活泼，一个敦厚，他们两位那个个性真的超互补的感觉。然后柯爸就是非常敦厚一些。那不管政治上各位各有什么样一些立场与否，不管你喜不喜欢柯主席或其他的这些人，但对柯爸来讲的话，尤其对于老人家这个病情，真的希望他能好。可是为什么柯文哲过程当中，我要问一下，媒体上有一篇的报道是说，柯文哲主席去看爸爸的时候，那可能也会念嘛。然后包括是不是有面到说，觉得执政党对他的追杀那是不共戴天之仇啊，类似像这样。因为你回头去想，那多不生唏嘘的感觉。今年的1月，他是总统候选人，是整个白银寄予厚望，或讲说所有的小草最后囊括了26%左右的选票。现在是10月，柯文哲主席在案件侦查的过程当中羁押禁见。然后再看到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卧病在床，然后呢，你知道那个落差的所有的感觉，但是他们现在所有的想法就是因为执政党追杀成这个样子。然后柯美兰刚刚讲的你有听到，就是押人取供，就是要政治追杀，他们就是现在这样，整个他们的氛围的塑造就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柯爸在过去荧幕上的形象，其实他非常内敛，非常低调，然后他就是一个好先生。那以台湾人的观点来看，就是说你看到柯爸柯妈他们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教育的2个小孩，一个柯美兰，一个柯文哲，都当医生。坦白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就是说我教育这样小孩，然后当医生，对国家社会救人，这个贡献其实很大。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个社会是对这样的一个父母是非常的尊敬，所以绝对没有任何不敬。柯爸爸他92岁，坦白讲也是高龄。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说，柯爸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病情的危机，能够平安健康。我们希望看到当然是这样的状况。那我也相信柯爸他在这个教育柯文哲的过程中，绝对不会跟他讲说，哇，你这个金华城的部分你要给他多少？你这个要这个给他违法容积，不可能，他一定是教忠教孝，然后培植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我觉得柯爸的身体，我们就祝福他，极其希望他平安。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它跟司法扯在一起。我坦白说，不管是柯家人或者是我们外面的民众去操作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很不厚道。但是对柯家人的部分，我比较能够谅解，因为他们毕竟是亲人，难免有情绪，他的情感一定会胜过于理智。所以你说，包括柯美兰，他会讲得很激动，我觉得我都能够体会。可是如果是其他的，包括民众党人或其他有心人士在旁边煽风点火，我就觉得非常不道德。我举例来讲，例如说像李国章，他讲说，哇，这个中进加护病房，哇，他都不知道，难道这个就是骨肉分离，就像两岸分开一样？你到底在鬼扯什么？李国章，你清楚自己在讲什么话吗？今天这些司法案件是因为柯文哲他涉及的台湾史上最大图利金额，甚至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行贿金额的弊案，检方正在积极侦办当中，而且很多陆续的相关人证事证一一浮出台面。到现在为止，民众党没有任何的反省，然后不断的对司法施压，对司法情绪勒索。我认为这坦白说，这个对于台湾民智已开哈，我觉得这个民众很难接受。另外，我还是呼吁大家，就是说呼吁民众党人，你面对柯爸柯妈，我觉得不要再把它当作是好像提款机一样，尤其是柯爸的病情。好，我觉得柯爸的病情，你现在应该让他好好的静养，不要让外界的那种氛围磁场去影响到他。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应该要切开来看。那现在他们该做的是怎么样？应该好好的解释清楚。我请问，210万的不乐之捐，童中白他们那些人的210万的不乐之捐，难道那是造假的吗？我们陆续看到说，他们现在连党工的那个薪资都福报，为了要让那个收支看起来是平衡的，连党工的薪资在人家不知情的情况下都福报。另外4300万的这样的一个现金买房，这个他们讲社会观感，或者现在正在调查。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就刚5哥有讲说 USB 内不止这个两大建商，还有很多蓝白合的建商募集的上亿元的资金呢。5哥，这个随便任何一条出来，都是动辄1000亿上亿。那你再比较当时柯文哲出来就是喊穷啊，喊没钱啊，你不觉得很讽刺吗？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透过司法检调好好的厘清。我也拜托
其实民众党这些党徒们哦，真的不要再害柯文哲了。我现在看到出来在那边诉诸悲情的，我都觉得他们在害柯文哲。五哥，你知道这个司法总是到最后会有一个量刑，这个量刑必须考量到他的犯后态度，还有相关的这个对案件配合的程度。以民众党这样子每天在打这个，每天在攻击司法，每天在那边诉诸悲情，你觉得这些对柯文哲会有好处吗？你觉得黄国昌的那一些言论，民众党人现在每天这样对司法的施压，我认为到最后会造成柯文哲这个侦办过程啊屡不配合，然后这个态度欠佳等等，搞不好还加重其刑。所以现在民众党，你到底是希望柯文哲好，还是希望柯文哲最好关在里面？好，由我外面的人来取代他党主席的位置。坦白讲，这个背后的政治企图，我反而觉得才是更加让人玩味。刚才其实伯恩有讲，当然你说尤其家属的心情是可以体会的，是那个难过啦或者什么。那柯美兰也讲到哽咽，但范老师柯美兰讲到哽咽，黄国昌大概是过程当中，甚或他自己也有讲啊，因为柯文哲不是有交代他不要再咆哮了，不要再什么什么，但他已经快受不了了。那他一直以来他都讲赖清德，你是不是真的就是用所谓的这司法侦办的方式，然后为了追杀政敌，然后做所有这些。平常讲这些事情，在政治上，在现在台湾来讲的话，这些真的诉求，大家还有市场吗？看到柯美兰这样子，可以说是声泪俱下，直接批评说是压人取供，甚至直接批评是赖清德发动的，我真的觉得恍如隔世啊。让我想起了1980年当时的这个美丽岛事件的大审，军法大审。因为美丽岛事件是1979年发生的，那个时候还是戒严时期，然后叛乱犯一般的普通民众也是用军事审判，大家知道还在那个景美的那个军事法庭，那个什么张俊宏啊，这个施明德是宪兵压着的。然后1980年审判结束了，1981年当时张俊宏先生的夫人许荣淑就参加了中彰投的立委选举，高票当选。那个时候的美丽岛大审。为什么引发台湾民众对许荣淑女士的同情？第一个，那是一个戒严时期，而且那是用军法来对一般的民众，而不是对军人。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他们那个时候戒严是风声鹤唳啊。当时第一个，不管是彭老歹啊，那时候是戒严时期，对不对？美丽岛事件是军法审判，那都完全封闭的嘛，媒体不可能报道嘛，而且整个的司法系统是被国民党一手垄断嘛。都完全封闭的嘛，媒体不可能报道嘛，而且整个的司法系统是被国民党一手垄断嘛。可是我们现在要羁押这个柯文哲，不是只有检察官或调查局说我要羁押就可以羁押，要谁？要现在是法官，法官啊。我们现在的法官跟检察官是完全对立的嘛，连考进去都不一样的地方受训，不是，所以才会出现第一次羁押庭的时候，对，无保请回啊，对啊，对，是啊，五哥很清楚，以前我们考上司法官都一起受训，毕业的时候第一名法官，第二名检察官，第三名法官，第四名检察官，都是这样分的嘛。他们是一起在司法官训练所受训，都是一起的嘛，都是等于说同学嘛。我们现在不是哦，你考到法官就到法官学院去受训，你考到检察官就到司法官训练所受训，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哦，受的教育也不一样。然后出来之后，一个是站在法官站在人权立场，检察官就是国家所委派的律师，去跟被告的律师互相辩，然后由法官来裁决嘛。所以今天柯文哲被裁决、被收押禁见，是法官同意的。所以你有什么说什么还有什么压人取供，什么时候还被灌辣椒水哦，还用什么就胸口用电话布打到玻璃内伤啊，外表验不出来，还是要用毛巾放在脖子、鼻子上，然后灌水。什么时代了？拜托，还做电影哎！所以我真的觉得。时空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我真的觉得柯美兰，你是台大的医学博士，是台大医院的眼科医师，在社会上有相当高的这个知识水平。你跟我们讲压人取供，我真的觉得这是他大倒退了。好，你至于你对你哥哥的关怀，这我或许可以理解，但是理性不能够超越感性嘛。柯文哲不是讲吗？理性、务实、科学。柯美兰的讲法哪一个理性了？哪一个务实了？哪一个科学了？那我在看这个蔡壁如，哇，这边讲的义愤填膺哦，讲得非常激动。我过去觉得他还蛮理性的。
我想说，现在这两个柯美兰跟蔡壁如这两个女人，加上是不是已经在开始为了后柯文哲时期，每个人都要表态，我们这挺柯文哲的，我们就要大声，我们就是在用情绪性的动员来获得小草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民众党很快就要进行中央委员选举了，代理主席，是不是他们已经在争夺后柯文哲时期的党权？哦，我不得而知，但是感觉起来就是。啊，我觉得这真的啦，我觉得我对柯文哲当然有很多意见，因为我对柯爸爸，我基本上我是相当尊重他的，而且我觉得他的表现，啊，他非常的低调，他也没有用柯文哲的任何的政治的权势谋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当柯文哲那天戴着手铐到了柯爸爸的加护病房，因为媒体有报道，柯文哲有跟柯爸爸抱怨，那柯爸爸现在已经92岁高龄了，那应该是他还算神志清楚，他才听得到抱怨嘛。我觉得柯爸爸当然是心里面一定是看到那个柯文哲，觉得是心里非常难过。从小一手栽培的啊，把柯文哲培养台大医学系毕业，台大医生，台大的这个医科博士，还是台大的医学院的教授哦。哎，有一次访问那柯文哲说你是台大教授，柯文哲说搞清楚，台大医学院不是跟一般的什么文学院可以比的，我们医学院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培养的精英，结果今天戴了手铐，我相信柯爸爸看到柯文哲那个样，他一定是感到非常的痛苦。那我们知道柯爸爸，他从小其实柯爸爸是考上台大医学院了，因为家境清寒，只能去念新竹师范，当了一辈子老师，好不容易把柯文哲拉拔成这样，结果今天的结果竟然是如此，我觉得真的是心有戚戚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把这么样的司法事件说成是政治迫害，把柯文哲变成是曼德拉。变成是欧山书记，我觉得这个比喻似乎失语了啦，因为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案件，我们不用去讲太复杂的那个金华城什么容积率，那一般人可能不太懂。我们讲最简单，今天周刊报道的嘛，为什么你的党工的薪水每个月的浮动式的？我们台湾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很多哪有老板给员工的薪水是这个月跟上个月完全不一样？除非你告诉我理由。对，而且这些人都是目前可能都还在民众党的党中央工作，或者是目前是在民众党的立委身边当助理的。你柯文哲可以把它讲清楚啊，这不难，这一点都不难，这个不用念会计学。账的那一部分，我觉得恐怕不用再讨论太多，因为那时候查账是连柯文哲他们自己都说，他也不懂为什么他们的账会是一本烂账。这柯文哲，因为每个人看都知道，你很难想象嘛。我不知道，或者那时候我们就讲主张财政纪律，对，你很难想象。所有的账，既然我讲，陈志涵也承认啊，对啊，没错啊，他们的那个党工，大家讲那个账，确实什么错报的、误报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报，反正就是这些确实有这样，但我也不知道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党工的薪水有没有这么多错报、误报、什么报的这些，因为一般来讲，这应该是最单纯的一项，他们的账，包括大家讲查账的脸，应该是最单纯，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小事儿了。对，你现在如果碰到包括金塔城所有的案子，那刚好这个节骨眼上，那很快，因为柯爸身体又不好，柯文哲当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一切，黄国昌是真的已经快受不了了吗？他已经讲到他自己已经快一直在压抑着，他要压抑着，到底要压抑什么？他要诉求少说一些什么吗？压抑着即将要登基的欲望吗？我知不知道是要压抑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已经民主开放到现在，而且我们选总统也选了非常多次，而且说一句实在话，每一个不管是蓝绿总统或者是在执政的时候，都有就是执政的那一个党的贪污的事件，其实都有。那所以这也不用再讲了。我们曾几何时，当贪污的人被逮到的时候，支持他的政党竟然还会号召人民要上街头要干嘛，然后把整个所谓的一个犯罪案件硬讲成是政治的一个司法迫害案件。我觉得过去这几十年来，大家已经不会相信这一套。第二件事情，我同意他们用你说，因为毕竟你说法律人的角度，对，他会说你要用无罪推定的角度，你要去看待这个，我都同意，应该是这样。但是那过程的一些方式，动不动就说我要到北所外面去，我要去围什么，因为柯美兰也说她要到北所外面去抗议，对，然后过程当中一直不断把它强烈塑造成它是一个政治案件，这个基本上就值得大家来讨论。办案是一回事，是不是政治案件？办案他有没有罪？我赞成你用无罪推定角度。但是把它一直不断的塑造成政治事件，那你就必须要有非常充分的一些事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是因为政治被追杀。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现在所有的其实说争议点
他们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包括你到底哪一些账，你为什么给10澳给尼澳的，还有什么那一些，全部什么960跟110加起来会变成96万，你所有的账没有一件事情是讲得清楚。你被人家发现是越来越多的烂账，你现在竟然连你自己党工的账，这个事情已经多久了？对不对？那时候四叉猫发现说，那时候讲那个你陈志涵领20万这件事情已经多久？大概8月了吧，到现在已经快2个月时间。就原来从头到尾，搞不好连陈志涵自己本人可能都有一个1月26号进账的10万块是没收到的。那我现在就请问你。你难道不知道吗？据说这些党工是有先跟他们反映哦，他们上面都一直不处理哦，所以他们才跟什么林冠年啊这些人开始爆料哦。那小武哥，我想借重你的那一个法律上的这个专业，如果我是当事人，我现在说，不对呢，我这个账户怎么有这笔钱啊？我没有收到呢。那如果我现在讲了，我跟我的主管讲，但我主管知道了，却不去查，或是不去申报，或是掩盖，这有没有协助洗钱或者是一个假账号？一个疑问。所以你怀疑这是整个他们账的其中一环呐？当然，他是总共71人，那个被福报的钱是340万。我想请问一下，有名字在上面，这些人至少71个里面有20个说我没领到钱，钱去哪里了？是不是？这就跟我当时质疑众望基金会的那个戴瑜文，跟另外一个靳总的戴瑜文，2个戴瑜文是领同样的各领1份薪水，等于是戴瑜文领的2份薪水，还是从头到尾只有1份薪水，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虚报的。后来戴瑜文说他只有领1份薪水，他只有领1份薪水，就代表另外一个名字绝对是虚报的。那钱去哪里了？现在不是只有一个戴瑜文，现在是有至少71个人里面至少有20个戴瑜文跳出来说我们没有领到钱。那请问这340万去哪里了？这跟当时会不会又跟当时那个尼奥那个很像？就是他们明明没有，我没有那笔收入，你为什么会灌到我这个地方？对啊，所以我记得那个代导来这儿的时候，也在讲说，我一定要澄清啊，我不澄清我就麻烦啦。我补一个哦，我当时其实有问，我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么多承包的厂商？你们会去选择尼奥跟石勒，对，因为这是外界非常好奇，那时候引发很多的这个揣测嘛。我说你们是不是讲好，但你们分钱没有分清楚，或什么，引起很多的讨论。所以后来那个戴小姐她出来嘛，那我当时得到的回答是什么？为什么选择尼奥石勒？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们觉得这些人跟我们关系友好，所以呢，我先灌到他那边去。那我当然第一个听到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因为他跟我们关系友好，所以我灌到那边去，你的意思是说，他如果发现了，他不会讲出来，你真的错了，你知道吗？可是我就回来讲，当时你选择把这一笔这样灌进去916万嘛，还那时候还没有 back 的是那个木可还有一家他们称之为叫受害的厂商，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是谁可是你说厂商直接一个名字灌一笔钱，这个快。刚刚提到说有71个名单里面最少有20个，那20几个我不相信端木正他那一端报账的时候会说，我随便勾几个因为这是谁指定这几个人？对，因为我刚刚讲就是说他当时在尼奥跟石勒的时候，他们后来讲法是说端木正以为那些人跟他们的关系良好。所以我灌进去的时候不会出事，那我就回来讲。那问题是端木正难道他手上有一大堆名单吗？那是谁告诉端木正说你就勾这几个？这个你要讲清楚啊。所以其实我跟你讲所以我从很早以前我就讲整件事情是怎样，从前端假捐款真行贿。对不对？比如什么9万9,900啊，什么10万的一大堆这张宇轩有爆料嘛，说总共有什么57个人，竟然在113年1月2号跟112年的5月23号，同样的人，你们看到我把他中间名字划掉，一个捐10万，捐9万，所以换句话说，你的捐款的时候，你已经有些人涉嫌是所谓的假捐款真行贿。捐10万，捐9万，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捐款的时候，你已经有些人涉嫌是所谓的假捐款捐行贿。你在整个过程钱后来捐到哪里去？进总嘛，那钱不都在进总吗？后来进总就又开始假交易、真掏空啊。钱就变成你给什么916万，这些都是你报的账。就后来人家说没有呢，我没有收到这笔钱哈。现在也有去假薪资真掏空啊，就是说，你知道他报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吗？1月26号，投票都投完了，你用了一个名目，因为今天那个游组会有解密，他说其实这个政府有给这些候选人1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把一些就是没有用完的钱，你可以比如说发奖金给你的这个是可以的。好，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很有趣的是，当我们爬出那资料之后，你会发现1月26号这71个人，每个人都有2笔。一笔是奖金，一笔是薪资，但是1月5号又有一个薪资，2月5号又有一个薪资。然后呢，就他们的说法是，现在所谓的中间的1月26号那一笔薪资都是整数，比如说3万6、4万8、5万2，但是另外1月26号的另外一笔，且奖金的那个不是完整数，什么17218之类的，就是有尾数的这个。我现在疑惑的点是，因为就刺叉猫的说法是，现在都是那个整数的，1月26号整数的这个71个人里面有超过20人说没收到。我现在疑惑点，所以他们另外这个不是整数的1月26号的那一笔是有收到吗？那如果是这样，我就大胆假设，是不是有一笔是真的给你，另外一笔事实上是假借你的名字，但是我是汇到别的地方去，那汇到哪里去？所以啊，就变成那钱去哪里了？钱到哪里去？对，钱到哪里去？但是你要知道哦，他本来都在进总的。你如果没有要给这个人薪水，没有给这个人，你干嘛要假借他名义呢？除非你要把钱掏空出来。掏空去给谁啊？流去哪里啊？到最后是不是又流到木可？流到木可之后，最后木可再透过一个什么，我跟你签署了你的肖像权、使用权，又回流了450万在你那边去。授权费。对啊，你莫名其妙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账都是一团乱嘛。那好，你要告诉我，所有柯文哲现在是政治案件，那请你把你所有司法上的疑问讲清楚啊。过去这2个月来，他们有讲清楚吗？没有任何人讲清楚，连你陈志涵，其实我现在真的要警告陈志涵哦，因为如果就我对一般诈骗案件的了解，我明知你可能要把钱洗清来，我还提供账户给你，那我这是什么？我是共同帮助犯，我就帮助犯吧，就共同正犯，我就共同正犯，我也是有罪的。好，那些小朋友，就是那一些20几个，现在跳出来说没有的，就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们有先跟上面的人讲，然后就是说现在才爆出来。陈志翰，你本人是在8月的时候，四叉猫就已经踢爆你。你当时的说法是我没有理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没有理那么多，你那时候为什么说我奇怪了，我也没有理那么多，为什么被爆那么多？你应该马上检举啊！不然你不检举，你掩盖，你到现在，其实我可以怀疑你就是共同正犯啊，你就是帮助犯啊，不然请问你们钱到最后会去哪里了 ？OK。那当然，你说像相关的一些人，那有的人是不知道，那有的人知道是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我怎么会名字里面我们也没有领到？那长期来讲，大概都会反映像这些事情。那后面到底该怎么样一些处理？陈战有讲说，他们接下来那个什么误报、错报的那些，全部整理完以后，会再向监察院去申报啊，类似这些。可是大家就觉得奇怪，连这个薪资为什么都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刚讲到，因为算一算有340万嘛，对那这钱到底到哪去了？意思就是有支出这一笔，对，但是这些人没有领到，那这钱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我们先不讲虚幻的，譬如说，好，今天有太多的一些上报，这篇是上报讲的，说不止那天约谈的很多人，包括有一些挺蓝白合的建商有集资上亿 ，OK， 我不知道这篇会不会确实有，但照这篇的报道是上亿，然后今天接下来是林传媒吧？又有一篇冷钱包，又来冷钱包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冷钱包的这件事情，但是，而且这篇报道它是直接用惊叹号，它没有给你用问号。可是所有这些事情，好，我们等一下一一来爬出这些有没有道理在。可是现在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个时间压力，我不知道会在北检还是在柯文哲主席这儿，因为。这个礼拜我们从上礼拜就说，这个礼拜如果殷小薇的那个严不严压，会决定到后面所有一些状况。今天媒体还有另外一篇的报道，说包括陈佩琪女士有没有帮他跟他的儿子已经找好了律师，或所有这些。我以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这些都在绕着走。如果照刚才柯文哲他们那样讲的话，你们连我们家，
连我嫂子都要动了，然后他都已经要去找律师了。柯文哲严不严压这件事情，当然你说跟橘子还在海外或什么是不是也有关系？可是整件案子现在已经变成，如果刚才前面讲那些，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法律案件了。当民众党、当黄文昌不断告诉你是政治案件的时候，今天到底该怎么办？其实柯文哲的案子到现在，政治案件的影响力可能比法律案件还来得大。因为法律案件到底是怎样还不知道嘛，没有找到金流，那柯文哲也没有被定罪嘛。但是不管如何，第一个我要先回应任俊哥了。我们国民党没有给柯文哲2亿美金，我每次要强调这一点，没有这个事情。是，柯文哲从这个案子在法院嘛？对，也还没有审的，因为这个已经跟现在比起来不是那么不重要了。OK， 但是因为当时是民众党的人说，讯息是从国民党那边传出来的，对，所以才会有这一个侯友宜后来就跟他呛下，你柯文哲自己爆料自己解决啊。对啊，是因为有一个这个前因后果，没有这个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那个时候因为蓝营有些长辈知道了，光侯友宜或者光柯文哲跟赖清德对决可能赢不了的状态，他们的确是希望蓝白合，而且有些人去拜访了，希望双方都能够展现诚意来蓝白合。但是到底有没有捐钱，这个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那我只能说柯文哲非常不厚道，接受人家的捐款，就蓝白合给我跳票，被扒拉票啊，这个非常的不好的行为啊。这篇报道里面的描述那个个性，讲说柯文哲对大家来请他一起吃饭嘛，然后如果照这篇报道讲上亿嘛。说吃饭一样，柯文哲大家都知道吃饭很快，对。然后说吃饭吃很快以后就走人，然后他们的意思说，我们大家好心要帮忙这样，然后他们用的词是觉得你怎么还这么高傲或者什么什么，就用这样一些词。他们最万谈的事情是，明明只有捐钱的人会自己记，因为我怕你忘记，对。怎么会有收钱的人，然后记在 USB， 然后让我要去面对面对检调要查这事？这是这篇媒体里面讲说他们会有这样一些万谈，但是他讲的上报的这篇。他的说法是都已经约谈过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我就想说到最后要去看起诉书或不起诉书里面，才知道会不会有这些。如果有这篇，那是上亿耶。所以我只能说，如果这个目前听到的消息属实的话，那柯文哲个人的诚信是有非常大的问题。那当然这些跟贿选可能没关系，但是至少违反了政治献金法，这一定是违反的，毫无疑问嘛。所以柯文哲一路从之前的今年年初选总统，声势那么高，到现在。家里发生这么多变故，自己人还在看守所里面。我要讲，柯文哲个人必须要负起最大的责任，这绝对是跑不掉的。我们都希望这个柯爸爸身体能够健康，能够赶快恢复他良好的身体。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柯爸爸的事件会让柯文哲的案情出现了变数。什么样变数？我觉得柯文哲的态度、供词，甚至是之后要不要交保的决定，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变数。因为据我所了解到。我认为啦，起诉柯文哲几乎一定是确定的啦。这个通常不会不起诉吧？他无罪走出去，连你们吴宗宪委员也是这样讲，因为他当过检察官嘛。他讲的就是我很早以前在节目跟观众讲过，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结果法院也同意了。然后我办完了以后跟你说，不好意思，误会一场，所以我不起诉你。你告诉我哪个检察官会这样干？没错，所以一般来讲，这是一定往下走的啦。没错。但起诉有2种不同的起诉方式哦。第一个是单纯起诉图利罪，另外一个是起诉图利加贪污，这2个是对柯文对收贿，这2个是完全不同的状况。所以一开始对于柯文哲，包括民众党内部，我所了解到的是，如果单纯的只是起诉图利罪，如果之后要交保，说不定可能会交保，就说因为反正图利罪大家各讲各的嘛，有图市民之利嘛，没有必要继续在牢里面。但如果是有关于贿赂罪的话，那柯文哲可能会不出来啊，他必须要以示清白，他宁可待在看守所里面都不要出来。但是现在柯爸爸的身体状况不是那么的稳定，身为一个人子，一定希望能够多陪在家人身边，这是很正常也很应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柯文哲如果持续的被关在看守所里面太久，对于他家人的照顾会不会有影响？我相信柯文哲内心会有不同的想法。对，到底最后的证词该怎么说，或者是如果真的被起诉完，到底要不要交保？我个人认为可能跟之前的答案会有所不一样。那当然啦，这是柯文哲个人的问题。可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民众党包括柯文哲的家人，现在他们就是在打悲情牌的方式。这个东西，老实说，我跟各位在座来宾讲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不适合。我觉得真的不适合，因为一开始你看，第一个民众党的市议员就直接说嘛，骨肉分离不能够相见是司法迫害。然后不只是他，连
柯美兰她的亲人都跳出来了说被压人取供啦，她要独自面对她爸爸生病等等这种诉诸于感情类方面的诉求，这些东西我讲句实话，的确可以让他的支持者包括小草更加的团结，这真的可以。但问题是，对于其他的而言，看到会觉得非常不以为然因为柯文哲只要现在真的同情柯文哲或相信柯文哲的人，只剩他的支持者了，而剩下的人感觉起来就觉得是你造成的为什么现在还要用这种方式来诉求？而这种结果会让社会更加对立啊！你要知道，我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碰到一些白银的，就是民众党的。他们对于民众党那个恨呢，我想真的讲的民进党了，对民进党的恨啊，对，真的跟柯文哲不共戴天之仇啊，真的他们讲一句话跟我讲过，他说以前柯文哲多么挺民进党啊，还称他是墨绿的，就你现在怎么搞他？这句话应该颠倒讲，这是民众党的支持者讲的啦，就他们对于民进党的恨非常重。OK。包括11月5号，柯文哲会不会被延压？这个问题会持续烧下去。如果延压了，那还单纯，因为柯文哲不用做任何的反应，他就是被压嘛。那当然。但是如果碰到要不要交保，或者是起诉什么内容的时候，那个势必又会造成一股很大的政治风暴，尤其是他的支持者。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止影响到是民众党的支持者我也必须要讲，有些浅蓝国民党的支持者也觉得。为什么柯文哲搞了这么久？你民进党在搞什么东西？我碰过蓝营的支持者讲这种话。所以你看很多民调是看得出来的因为单纯民众党的支持度跟对于柯文哲这个案子有没有所谓的政治因素的那个认为有政治因素的在里面的比例会比民众党的支持者高很多。那就是蓝营的一些人也会觉得说你看就这样，有蓝营的支持者是这样想，没错所以有一个民调在问。相不相信柯文哲？相信他的比例是蛮高的耶。是啊，3-4成的，我们30几，对，30几%是蛮高的了。所以我只能说，柯文哲案现在已经让社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分歧了。但是如果持续的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一个公道的话，那我觉得问题会持续延烧下去。尤其是媒体每天的放话，是我觉得最糟糕的。上个礼拜有个最大的新闻，说检调即将约谈民众党一个大咖女性，结果嘞？还没，对，奇怪，这新闻到底真是假？就是这种真真假假新闻，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的不安。所以我觉得不管如何啦，可能10月24号很快就要先看应小薇议员的案子是延压不延压嘛。那个我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司法不是看民调，司法也不是说看这个时候这个谁民调高谁就没错，谁民调低谁就错。当然。我觉得这个等到司法起诉或者未来判决，所有的证据一定都会摊在阳光下。我觉得大家一翻两瞪就很清楚。那另外我是觉得，我真的奉劝民众党不要这样干，为了台湾好，为了台湾的司法制度。我讲实在话，你随便一个议员，不管是议员或立委，任何民代一个，我举一个什么助理费案好了。你一个议员一个立委，随便在地方服务这么久，有这么多的这个服务案件，然后那些支持者。你如果因为这个司法案件这个因为助理费被起诉，你要动员个30-50个人都不是难事，甚至300-500人都动得出来，就说他是冤枉的，然后这个在羁押过程中，然后不断的这个哭喊，都动员得出来。可是这样是好的吗？这样是对的吗？你不管是这个，我刚讲那个助理费案，我们民进党也有议员，一样也有立委，我们会去这样操作吗？郑文灿他当时。这个1压、2压、3压，我们我相信以他的政治能量，他要去动员个300-500人也是轻轻松松。可是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操作，这个就是司法，我们要尊重司法嘛。但是你看我觉得民众党真的很夸张，他夸张到他不断的动用这样的一个情绪诉求。我认为这个，我讲实在话，这个真的对柯文哲不好。黄国昌他今天处心积虑的不断在操作这个事情。这个一定会影响到未来检察官或搞不好检察官因为这样从重量刑要求从重量刑，或者法官会因为这样觉得你饭后态度不佳，这个对柯文哲真的是好吗？第二个，其实刚我们从一路以来听到很多很离谱的事情，包括这个员工党工薪资的事情，这也让我觉得很离谱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300-400万，这哪有什么？我跟大家讲，你莫名其妙你把这个薪资灌到党工的这个户头里面去。这个一方面牵涉到人家个人的这个还要缴税的问题。第二个，你这个党到底有没有制度啊？一个党例如举例，随便我相信国民党这个
各个党工他分几级，那个每一年大概每个位阶都很清楚，固定的。你怎么可能扣掉劳健保之后，你每个月都有薪水单？怎么可能可以去灌这个钱，灌成这个样？那表示什么？表示严重到他那个钱多到不知道怎么消化，动到党工的脑筋上面去，你知道吗？所以武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严重。那我觉得没关系，这个过程中啊，这个民众党要操作说什么？你看那个民调怎么样？我觉得那都去操作，我也觉得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最后法院或起诉书出来，一翻两瞪眼，我跟大家讲，出来江湖混的，该还的就是要还。我做补充，就是我觉得伯文哥讲是对的。就第一个，我真的觉得民众党不要用情绪勒索，没有意义，因为他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奇怪，相当的不合理。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检调单位尽速的把这案子给大家一个交代。起诉的内容是什么？起诉的结果是什么？你有什么诉求？我觉得尽快用官方的文字给大家看，而不要是透过某一些媒体、透过某些新闻出来释放消息。我觉得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现在看起来，将军有几个变数在。第一个，橘子。你说橘子会不会影响到柯文哲主席压不压、严不严啊，或者什么这些？那这是其中一个，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真的跟人间蒸发一样。对，今天我今天是洪建义议员吗？然后讲到橘子在日本，现在在大阪的某一个地区的那个说法，你会觉得日本会有像这样的一些地方吗？感觉上有点像化外之区的那种感觉。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有这样一些讯息到底是真是假。可是橘子的动向一定很重要嘛。第二个，然后是 Thank you 哥吗？他不是讲说那个 USB， 他说橘子那才是正版，才是正版。柯文哲为什么橘子那才是正版？甚或他还希望检方传他说还可以去告诉检方，这不是来自北检的讯息。他说有人还可以跟他证实，是哦。哇，现在北检没办法，讯息太多。不过检察官就是这样嘛。你认为检察官希不希望讯息多一点？希望啊。他如果检察官一直调查，所有人全部保持缄默都不讲，他才疯了嘞。那当然，希望越多讯息越好，然后抽丝剥茧，找出对的，然后错的就把它排除掉。那么我强调一件事柯文哲现在民众党整个把它塑造成一个压人取供，一个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迫害？就是莫须有。哪些东西叫莫须有？你叛国。你要颠覆国家，就岳飞嘛，对，就岳飞嘛。然后就像以前白色恐怖那样子你是匪谍，你通匪，你这个要卖国，然后就给你冠个罪名，就把你押进去了。然后就刚才范老师讲了，什么电话簿胸口打大锤啊，灌水啊，做电影，那个才叫做压人取供。柯文哲这个状况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让他有犯罪的重大嫌疑，请问法官要怎么核定来羁押嘛？因为如果法官随便就点头羁押，那要牵扯到国赔的，没有一个法官会这么笨。然后现在为什么民众党要透过这种方式不断的塑造一些政治迫害、压人取供啊？然后柯文哲是苦情，因为民众党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做。这是要诉求小草支持者的，不要散掉不要散掉。唯有这种方式最容易让人不要散掉的。那么，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当起诉书或是当这个所谓的起诉上来，柯文哲起诉多少年？起诉什么罪起诉？大家认为起诉书出来之后，这些人就服了吗？他不会服的啦，不会服的啦！我告诉你，一审、二审、三审都不会服的啦，绝对不会服，只会散不会服。他们这个是这个礼拜天吧？然后不是要办一个，因为刚好月底快是万圣节嘛，对，他们是要民众党要办一个就是什么赖政府的鬼故事，对，然后要听鬼故事的这些，对，这也是类似像这样一些氛围吧。你光看这一些的揪人的理由，这些办活动的理由，就没有一个理由是真正的针对柯文哲的清白，去辩护，都是结合时事啊，万圣节啊，结合这个柯文哲压满1个月啊。要不然就是结合柯文哲父亲身体的状况，有哪一件是用就法论法、就事论事，然后要帮柯文哲辩护清白的方式来号召？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一场是用辩护他清白。那这种状况就表示什么？表示连民众党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柯文哲是清白，他们自己很清楚啦。柯文哲如果是清白的，怎么会被羁押这么久？那另外呢？就算你记不记得柯文哲被羁押前最后一场记者会是在讲什么？政治现金呢？他连续鞠了2到3次躬，说我为我的这个道歉，为我的团队道歉，为我这个督导不周道歉。
柯文哲被羁押之前最后一次公开的记者会，就是为了政治献金。然后他还请假3个月。对，党主席请假3个月嘛，因为那个账真的是查的这个样子，那非常乱，所以他要请假，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就说误信50年的损友嘛，那时候他最后一场记者会讲，可是到现在为止，请问政治献金讲清楚没有？不但没讲清楚，越来越乱。这70几个人你不要看只340万5200块不多，可这70几个人，你要这是自己出来申诉的。就一个传一个，我没拿到，我没拿到。那有没有那个没申诉的呢？只有这70几个人吗？我觉得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并不是党工哦，并不是党工就被灌了，只是现在他还不知道而已。这是因为这些人是党工，然后有人说，这个我的好像被多灌嘞，然后自己去查了后跟林冠联讲，就整出这张表。请问一下，陈正有回这个，他是讲说查账小组核对以后，发现确实有什么福报、错报、短报啊这些情形，然后他们会一并整理完以后要交给监察院补申报。补申报是一回事，就是那个账要对，但是我要确认一下的是，所以四超猫去查所有这些，包括他们跟林冠联讲的这些，意思就是我只是个人头，你真的有把钱灌到我这，那钱对多还重点，因为这整件事情从那时候不管金华城到现在，大家都在问的是，如果有这样，那钱到哪呢？重点是他这个等于说福报了340万05200块，对，福报这么多的钱，可是他的总账是对的。他的总账没有错，他总账是错的。对啊，对，他送到监察院，为什么第2天早上就被退件？因为总账是因为他的政治现金账户应该是在富邦银行，然后呢，两边勾稽的时候，发现他们所结算的账跟他账户里面的账是对不起来的，对，所以当场被系统退件。那对不起来，再加上这2000，再加上这300多万呢，更对不起来了，那边3000多万的，对，更对不起来了。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陈志涵在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称职的这个党团主任了，他没有只说福报哦，他说不止福报，还有短报，什么叫短报？就是我拿多报的少了，福报叫做我拿少报的多了，有福报有短报，才可以互补啊，然后还不够，他加一个错报，错报叫什么报？就是乱报，就是乱报，我不只有福报哦，我告诉你还有短报。够不够？我刚才还有错报。你干脆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真的是。就我补充一点，知道个人的这个非常特殊哦，个人这个是发完之后要给他签名，所以说到底有没有最后这个人差的这个额度，这个当事人有没有签到名，还不知道哦。如果没有签到名，单纯的是民众党自己虚报，这直接要查这钱到哪去，可能被洗掉或者什么等等的。但是如果那些人有来签名，而那些人来签名是被他们所受益的。那个问题会牵扯的更大，不是单纯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可是我确认有一个人一定知道，陈志涵一定知道，因为陈志涵记不记得那时候四叉猫说哇领好多钱啊？没领那么多哦。你说他自己的，对他自己一定知道，他自己一定晓得说，按照民众党报上去的，他一个月说什么累积领了54万，他说没那么多，后来算一算一个月才18万。你们说其实陈志涵在这一次的回应的这些东西。对，因为他现在等于是民众党最主要，虽然他是党团主任，刚才其实包括柯文哲有没有去，就是什么时候到台大医院加护病房去看柯爸爸这件事情，陈志涵回应中间还有一段，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有特别讲，因为蔡壁如的那些讯息确实会造成他们很大一些困扰。第一个，光说有没有人拿那个医疗的诊断记录，真的是完全违反规定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在就连开庭。然后被提讯出来的，然后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告诉不管实习律师或是新律师，严禁去拿任何东西给另外，因为有的家属会急，他会拜托你在提讯的过程塞一点钱给他，帮他拿一些什么。有律师被我这样痛骂过啊，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帮个忙，不是，不行，他怎么知道你在那上头会不会写什么东西？对，就像我讲，因为。所以为什么你看陈志涵要出来赶快解释这样？第一个，没有什么有人拿那个医疗的东西给他看，要厘清的。另外，你还有没有注意到陈志涵有特别讲另外一件事，连家属都没被通知。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因为柯美兰是在19号的时候，在那个场子上面说，然后他要独自面对什么，然后他们家感觉上他也完全不知道。那柯文哲是18号，大概傍晚，如果照陈志涵讲是傍晚左右。就到台大医院加护病房看过了，
所以陈志涵讲的这些话都是有他的在里头的。他连特别跟你讲，连家属都因为。这2天一直有很多一些讨论，就刚才来宾有讲，大家都不要去消费科巴尔的病情这一块，然后包括你有没有在做悲情的一些，因为柯美兰是家属，李国章你大概可以讲说，反正就是一个市议员，他大概根本搞不清楚这些状况，但一般人会觉得说，柯美兰你是家属啊，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哥哥去看过你爸或什么？好，那陈志涵在字里行间里面把这一块也先摆下去了，所以意思就是你们大家不要再讲柯美兰这个。因为连家属都没被通报，这些都摆在这个里面，没有错。所以这一次陈志涵在发言，可是用尽了脑汁啊，等于说把柯美兰不小心讲错，不是，就讲的有出入的地方。当然，因为19号他是19号讲的嘛，柯文哲确实是18号傍晚就去看过。他帮柯美兰圆了，就是说家属怎么可能不知道？对，他就不知道，对，就帮你圆了。然后帮蔡壁如那一段也帮你给挡掉了。那蔡壁如这个怎么可能送病例进去嘛？也把它挡掉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归纳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民众党要办街头活动，要办大活动的时候，你们不先开个会啊？你们这要上台的人要不要先开个会？上台的蔡壁如也好，柯美兰也好，那不是一般现场随便点的。你上来，你上来，不是都是党内重要的人物。你在要上台要做这个活动之前，这些要先开个会。你要讲什么？大概讲什么？你总要有一个顾问吧？这个不要乱讲，这个违反侦查不公开，这个不能见不能拿，有没有？没有，等于说现在民众党没有一个人说了算。不是将军，我讲这个代表我总是比较核心亲近一点吧？是啊，就我知道这些嘛，或是蔡壁如，因为大家都说他在台大医院跟柯文哲台大医院30几年了，所以大家会觉得他好歹也有熟人在里面，是不是有熟人跟他讲这些状况？所以他大概会觉得我讲的就没想到陈志涵一出来讲没有意思，就是你们千万不要讲，他说的都不是真的，然后他也造成家属的困扰，他等于是间接好了，不要用打脸，就间接去否定掉。不过陈志涵非这样讲不可，不这样子讲，蔡壁如这番话会闯祸了。对，你怎么可以递一些文件进去给柯文哲？这是胡闹。另外，我觉得有一点陈志涵没讲，黄国昌没讲，大家都没讲，可是谢国良讲。哪一点？谢国良说没有，我真的有给200万。他今天再次强调，家族长辈，对家族长辈真的有委托我，对他很坚持，这绝不说谎，真男人。他说我真的有给200万，所以之前我说谁说他给200万，谁讲的？谁讲的？谢国良讲的。他说我真的有给200万，所以之前我说谁说他给200万，谁讲的？谁讲的？谢国良讲的。他很坚持哦，我真的有给200万，但这200万呢，我是给民众党的，一直都有往来，这没什么好了不起的。但这200万，请问侨退市长这不乱讲？没有，这200万跟基隆市长退不退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呢，这200万捐到哪里了？谢国良就讲说，这个侦查不公开，不能讲。不能讲。那这200万是谁收的？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有柯文哲知不知道？这个侦查不公开，不知道。这我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说200万是要跟柯文哲交朋友的吗？你要跟柯文哲交朋友，柯文哲怎么会不知道？柯文哲我不知道交什么朋友啊？那个柯市长，我跟你讲，比手语吗？不可能嘛！你一定要跟他讲说，我们交个朋友，这个200块钱就交给你啦，或者我托谁交给你？你完全柯文哲如果不知道，民众党不知道。不知道谁收的，也不知道谁拿的，万一你托你的副市长把它放口袋了，对不对？他只是进去跟柯文哲点个头，柯市长我来了啊，没事喝杯茶走了，那200万 A 走怎么办？所以这讲不过去嘛。确实有这200万，民众党要不要派人去查一下？你连一个20万的相机都跳脚，那么这个200万现金你怎么不跳脚？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所以大家很多人说没有金流，一直在讲没有金流，没有金流。那谢国良这200万是冥币哦，这也是可以用的钱啊。请问在什么地方交给了谁？透过谁接收？然后入了哪个库？记录在哪里？现在没有人知道啊。没有，接下来谢国良一定会北检一定会传问一下这一块到底，因为前面这么多豪华证人团全部都已经问过了，没有道理，他都已经公开跟你承认说，对我就是家族长辈有捐这些，那这一块应该也是大家会问的一个重点。但除了这个以外，又回到了，请问冷钱包应该是半个多月还是多久以前大家曾经讨论过的一块？任俊，为什么林传媒会这么肯定用这个词？我讲他没有用问号哦。
我看到这有点讶，他用的是惊叹号，然后是 Thank you 哥讲说那个什么正本 USB 的正本在橘子那啦，或者什么这些东西。那现在呢？现在因为已经到了最关键的严不严压、要不要起诉最关键的这些时刻了，怎么办？我其实一开始我就讲，我就说现在对于检方来讲啊，尤其现在暴露在媒体，刚武哥也讲说，现在看起来是不同的媒体在写，已经不是只 focus 在一个特定的这个周刊嘛。那个有没有建商？那是上报。是。有没有冷钱包这件事情？是林传媒，然后大家知道《镜周刊》，反正明天又礼拜二了，又来了，反正所以他一定都会有一些报道。是，所以我觉得我刚刚一直在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每一个的报道其实都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针对什么，不再只是说我要去了解或干嘛，因为老实讲啊，已经已经这么多一段时间了。那对于北检来讲，如果到现在问那个案情啊，还是如此之焦灼啊，还是非常的这个混沌不明的状态，我觉得北检它其实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啊。那这次提到冷钱包，事实上确实啦哦，包含到说民众党的账是乱的，老实讲，这个也是之前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在当下大家会认为说，好吧，民众党的回应都是你们在写科幻小说，你们在胡说八道，没有冷钱包。等一下。任俊要解释这一段以前，我先让你听一下，民众党他们是怎么样回应冷钱包这一段，好吧？任俊你先听一下，来。如果有冷钱包的话哦，其实我相信台湾的这个司法专业侦防的人才非常非常的多。如果有所谓的冷钱包，在一开始被搜索到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搜索到了，怎么会到现在还又传出这个冷钱包的说法，而且还没有办法破解？那是不是这种子虚乌有的传言，到底要一传再传，传到什么时候才愿意罢休呢？有很多这种在猜测、谣言，像是科幻小说一般的情节，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复了。你听到了？我听到了。其实我觉得陈志涵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他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就是说柯文哲从之前到现在为止，到底他们看到的柯文哲是完完全全100%的柯文哲吗？我觉得在不要说我们在场，因为我们跟柯文哲不亲近嘛我自己认识非常多民众党的朋友，事实上我也听到非常多的说法，就是他们现在不是怀疑柯文哲有没有犯法，而是他们现在怀疑的是那个他们心目中的柯文哲跟真实的柯文哲到底落差多大。也就是说有没有冷钱包这件事情，对，没错啊，之前有被谈论过那他说检警调有这个所谓的侦防人才，我们刚刚讲啊，他们柯文哲那边找的律师。不是也对于这种所谓的虚拟货币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这个虚幻世界中的这个金流部分是有专长的，是检方也有啊。那这一个当然了，就为什么这种案子要找到两边要找到这样的人才，而且是柯文哲这边先找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事实上柯文哲之前要找的不是这一位肖律师啊，是要找另外一位律师啊。但是因为另外律师可能另有要功之类的就没接了这个案子，所以后来换这个肖律师来接啊。我听到的是这样啊，做梦啦，好啦，做梦好了就是说没有错，检方当然有人才，检方是不是努力要突破？但是我觉得在座大家应该有个共同一个概念了如果冷钱包今天到了任何一个人手上。任何一个人手上都能够把它给都给他突破，那就不冷了。他就不是我跟他搞那冷钱包，心都冷了，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就是标榜我的安全。所以他在里面讲，这如果真的谁有冷钱包，照这个描述的话，那很难突破不是，当然吧。对啊，什么助记词，然后还要去不，我搞这个不就让你要难突破吗？我搞这个给你每个人捡到，如果每个人捡到都可以直接这样画，那我还搞什么啊？这个虚拟货币这个东西，谁要跟你用嘛？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批评陈志涵说什么啦因为老实讲，我觉得他的逻辑对他的民众党的人来讲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我就讲回到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嘛包含到我们讲说这个通讯软体我们检调实际在办案的时候有遇到多少的困难？是我发文给这个通讯软体的公司，他不给你就不给你啊，你能把它怎么办？他就只能想尽办法去突破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不是有这个，就回到了刚刚你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嘛因为大律师不能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嘛。
但如果今天大家认为说好，今天有一个建商 A 给了你这个，建商 B 给了你这个，建商 C 给了你这些，但这些人也都承认了，可是到最后是这些数字不见了。我说数字还在，但没有这笔钱不见了。那你跟我讲它在哪里？你总不能讲说，那我也觉得啊，民众党其实真的要推，他不要回答冷钱包啦。他就直接讲说，你那几个建商，你们什么支持蓝白合，你们不要再写科幻小说，你不敢嘛，你不敢公家的人啊。你不敢去讲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指着包含一个谢国良，你今天民众敢跳出来讲说，谢国良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你要被罢免的时候，我们一堆人还跑去挺你，结果你今天怎么可以出来？今天还再讲一次？刚刚将军说他今天又再说了，有我给200万。就谢国良是目前为止最勇敢、唯一一位直接在镜头前面说出就是有捐，对啊，然后是给民众党。我那天其他的都是媒体转述，媒体去问。那是不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只有谢国良是对着镜头讲。我那一天不小心讲了认罪2个字，大律师赶快纠正我说他不是认罪，他不是，他只是坦诚说我有给了这笔钱，所以代表有一个金流的对价的对手那个队友跑出来嘛。那钱去哪里了？不知道啊。任俊刚刚讲这就是他一直在问的一件，如果有这样，我除了刚刚讲到，因为谢国良讲那段，因为他是对着镜头讲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他的话确定有那个钱，其他媒体报道那个我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些事情 ，OK， 我只能说你用无罪推荐角度来看科幻文，好不好？冷钱包这个其实说实话比较难，因为任俊刚刚讲到，我也在看到，我最近还特为了这个去问我一些就有这方面专业的一些朋友，这跟我们那个想的很像，什么各位我们这单纯科普哈，不就个案。什么虚拟冷钱包都有PIN码，然后开启一段，这个PIN码你大概比较能想象嘛，跟手机的也许有点像。PIN码遗失，你要靠助记词远端还原，然后任何人取得助记词就在任何一处，然后上网隔空转走这个什么，我不知道助记词跟将军上次在节目里面讲的，自己想办法比他容易记得那些方式去转，要不然那个乱码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冷钱包这一块，但是上报讲的这个，在求证上面是比较容易的。对。因为这篇报道的内容的意思是说，大家只看到台面上那几个最大咖，其实可能有他讲的大概是不是有大概10几位建商吧，大家一起在那边吃饭，然后每个人都有捐。这篇报道是说集资上亿，我说这个是比较容易查证的事，因为大概哪几位建商大家可能知道，以记者的人脉，他可能打电话去问那个，或是直接去找那个。熟的像慧珍认识很多，因为跑财团的一些很多那些，你只要认得听过那个，你自己去求证问说你有没有去，因为对这些人来讲啊，我就捐个钱也没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如果我到检方那边，假设有，如果我到检方那边做过证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不能讲。这件事情相对冷钱包它是比较好查证的一些的。那如果这整件事情就是任俊大家一直在问那件事情，钱到底在哪里？如果我还没有讲这个建商的钱哦，是目前看到的一些钱，大家再拼凑一下，也会问这件事，钱到底在哪里？所以那个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民众党党部来回答啊，当然，更不应该由民众党的立院党团主任来回答，因为他这个案子里面理论上他不会有任何角色啦。你的意思说他也根本不知道？我认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嘛，就他不了解整个的状态，这就是民众党为什么有人很 care 就是非核心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真的自诩就是说长期跟在柯文哲的身边，他们觉得自己是柯文哲的核心。但是我觉得你自以为的核心其实不是核心，我们以为的不是核心，其他那个人才是核心嘛。橘子。你自以为的核心其实不是核心，我们以为的不是核心，其他那个人才是核心嘛。橘子，合理吧？合理。连没有人知道橘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连五哥都要掉袋子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掉了以后，而且爬书那个真的，我们的制作单位真的很用心，看着把就让套汤给，然后才找到。因为当大家把橘子讲的是跟在柯文哲身边的时候，我们的制作单位什么第一个想法就是，那柯文哲来节目专访，那天又是蓝白签协议。没有道理，橘子不跟，然后就回头去把那天所有的侧拍带、所有带全部这样看，
才看到这个画面啊。而且不要说大律师没看到，我承认当天我在场，我也没看到。我也没看到。这个也在场，这个也没看到。你也没看到，没看到。对啊，不知道对面有没有范老师？范老师也没看到。哎，我那天也在场是吧？对。我确定，对，我还想问制作人确定一下。后来好像我有在场，我想起来。那是礼拜五啊。对，我记得是礼拜五。礼拜三。礼拜三吗？礼拜三。那天礼拜三。对，所以我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啦，就是说虚拟货币的这件事情是在现在所有这个合理的东西，我现在讲合理的东西就在于是好，如果他今天真的有钱，那就实体有一笔钱，我如果真的把它花掉了，比如说我去买房、买车、买什么、买什么，他最少有一个东西，可是对民众党来啊，对不起，不要讲民众党啊，我觉得这样讲对民众党不公平啊，对柯文哲来说，他们对于大笔的金流最大笔的一笔钱叫做4300万。买房子的钱是来自于叫做选举补助款，他把这一项已经排除掉了，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再回来讲最合理的状态是，为什么柯文哲的律师会有一个对于虚拟货币的东西他了解的 ？OK， 为什么检方会有一个对虚拟东西了解的？当然，我当然相信啊，就是说到了检方起诉书的时候。检方那个一翻开一翻两瞪眼，北检大可以讲说，如果真的没有北检大也可以讲说，我从来到我没有讲过冷钱包，有冷钱包啊，都你们写啊或者，可是就回来了，他就会回来考验的是，好，那如果这一些人被约谈的人，他确实有金流，那他的金流的实质的流向流到哪里去了？那一块对大家来讲，那才是对，不要再讲，那才是柯文哲的大秘宝啦。不过范老师，所以橘子。你知道这节突然大家发现橘子原来，如果照所有的包括来现场的来宾曾经讲过的，包括他还可以去拍那个记者议员，他也去拍议员，然后是不是那个权重，然后很多的这些，但是橘子到现在，当你一句话都不讲的时候，当然有人就直接讲他干嘛要讲，他干嘛要回来？回来以后谁知道你们就会把我加进去？可是为了帮柯文哲洗刷清白，他可以帮他发几句声啊。对，橘子的这个有如隐形人呐。我们看到他基本上在柯文哲2018年连任才进入市政府了。可是这8年来，我觉得我们都白活了。我们都不晓得橘子到底这个人的影响力。等一下，你知不知道橘子？你也不知道 ？OK。我在新闻上后来才知道，原来你也知道有这号人物。而且你像台北市议员很多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对，就是说他有如一个隐形人呐。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人发觉橘子的存在，我觉得真的他做到了一个。不是，而且那天来你不会注意到，为什么？徐府在，对，陈志涵有来，就所有他旁边相关的大将都在。对，那天我们聊也会跟旁边这些人也聊一聊，你不会直接在柯文哲，你看刚才，等一下你看记者他在柯文哲旁边，然后接下来进了棚，是徐府在跟柯文哲在对那些，他就站在那对面，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跑去问他说，你哪位？对，要跟你聊一些，不会啊。对，因为而且他打扮就是很普通，他也不会穿什么名牌，那大概就是比较中性一点啊，然后戴个眼镜，你看起来像个大学生一样，就像个助理嘛。所以大家会觉得徐府的地位应该绝对是比橘子高嘛。徐府就坐在这个地方，他直接是跟柯文哲对那个 round down 的，然后那个橘子在这有这个位置吧。就大家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递茶水的，或者拿传资料的一个实习生或工读生，对，一个工读生而已嘛。然后加上他个子又特别小，娇小，不容易突出嘛。而且我不想讲，橘子这个人是刻意低调。他看到媒体摄影机出来，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闪。就不要被你拍到。他有没有帮人家助选？有。他的竞选背心上写什么？写橘子。你会知道橘子是什么吗？你还以为是拔蜡榴莲？我们一般说陈志涵今天如果帮别人助选，他的战术背心上面一定会有陈志涵嘛，对不对？因为他可能未来想从政嘛。徐府一定会写徐府嘛，如果写个橘子，他就是刻意不让人家知道。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哦，第一个他非常的低调，第二个他非常的就在柯文哲的身边，而且是什么？第三个他是柯妈妈直接要求他进入的，要柯文哲一定要接受他。他等于就是柯妈妈藏在柯文哲身边的免礼针，把柯文哲所有的行踪都告诉跟妈妈回报。所以我不晓得柯文哲这些，因为现在有人说他的私账有2个人有，一个就是柯文哲，一个就是橘子。那柯妈妈知不知道呢？如果因为据了解，橘子是每天要把柯文哲的行程、跟什么人见了面谈了什么事情，都要据实的向柯妈妈做回报。
我不晓得柯妈妈知道，如果柯妈妈知道，那搞不好剪掉有新的约谈的一个路径了哈。那问题是现在那橘子他做到一个橘子有必要做到这个样吗？我不晓得，对啊，要现在扩大，想象要扩大那个私账的内容嘛，因为私账内容知道的人太少了嘛，可能连陈佩琪都不知道，就他现在变成什么？他的公账啊是像木可像竞选的经费，对不对啊？他是另外有人在处理，私账就2个人嘛，就是柯文哲跟橘子，还有家产，家产是谁？家产就是陈佩琪嘛，所以变成说。橘子的重要性非常，那橘子如果无法突破，有没有人也知道？会不会是柯妈妈？我觉得这个检调可以去思考看看。但是他就是橘子的低调，是让任何的政治人物都觉得一定要就是这种加成。他守口如瓶，而且你看他可以，他不只是说在柯文哲说什么，我们以前只是觉得他可能是个柯粉而已，后来发觉他帮柯文哲处理这个私产的问题，现在发觉他帮柯文哲排行程。第4个，现在发觉任何要跟柯文哲见面的人都必须经过他同意，最后甚至他有权利去影响柯文哲的局处首长的人事布局，所以他权力是高到不得了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看过他跟哪一个局处首长去外面吃喝，或者说去一些饮宴？几乎没有。所以他是一个具有掌握巨大权力又非常低调的人。我们知道，像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谁权力最大？金溥聪，对不对？他不可一世，对不对？阿扁当市长的时候，哪个幕僚的权力最大？马永成，对不对？罗文嘉，对不对？权力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说，在这个情况下，他这种态度的确是让柯文哲非常相信。但是我必须要讲，他现在到日本去，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是，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经济案件，它是个经济犯罪，甚至可能牵涉洗钱，或者大家所讲的冷货币。所以我认为，我相信我们的检调单位已经把相关的情资跟日方做了一些沟通因为我觉得这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具有如果是重大经济犯罪，我们跟日本都有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叫艾格蒙联盟，它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防治洗钱组织，都是洗钱防治，因为这个其实已经牵涉到洗钱的问题了。那第二个就是日本有一个叫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它跟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同个 level。而且彼此都有相关的情报。我们目前住在东京的代表处是有调查局的人员在担任安全官，所以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公安调查厅建立关系？因为这个单位厉害在什么地方？2001年大家记得吗？金正男就是金正日的大儿子，金正恩的哥哥，本来会接班的，他那一年拿着一个多米尼加的护照，到了东京迪士尼，当场就被这个单位给抓起来了。那具有如果是重大经济犯罪，我们跟日本都有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叫艾格蒙联盟，它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防治洗钱组织，都是洗钱防治，因为这个其实已经牵涉到洗钱的问题了。那第二个就是日本有一个叫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它跟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同个 level， 而且彼此都有相关的情报。我们目前住在东京的代表处是有调查局的人员在担任安全官，所以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公安调查厅建立关系？因为这个单位厉害在什么地方？2001年大家记得吗？金正男就是金正日的大儿子，金正恩的哥哥，本来会接班的，他那一年拿着一个多米尼加的护照，到了东京迪士尼，当场就被这个单位给抓起来了。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单位他真的是很厉害，对这外国进到日本人，如果是恐怖分子，如果是中东人士，如果是北韩人士，他都很快就会掌握到行踪。所以我认为。橘子本来以为他在日本隐姓埋名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只要不讲话就没事了。可是如果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犯罪或者洗钱犯的重要关系人，我认为日方也会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了解。如果橘子的角色这么重要的话，对，我先问一下，橘子的角色如果是这样，那可是对白银来讲的话，显然白银大概跟你最起码台面上看起来，好像白银跟橘子之间也没有联络的非常的密切或什么，要不然他们也希望橘子你好歹出来帮柯文哲讲2句话嘛，外面都把你讲成这么重要，好像只有你会知道，如果没有你就出来讲2句嘛。那可是除了这个，前2天不是出现就是那个民众党内部有党工，然后直接偷了他们的相机啊、镜头啊，类似那些事情。黄章他们对这件事情也蛮生气，意思就是讲说，因为他们觉得现在所有的司法、检调或警方，感觉上所有的事情都先
给媒体，然后都不先跟他们讲，为什么这样？我先讲一下橘子哦，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层的。你想想看这件事情从爆发到现在，橘子被讨论到这么多，可是你看他不管在哪里，不管他是不是人还在日本或在哪个地方，到现在为止你没有听过他的只字片语，对啊，连一个声明，连一句话都没有。他就是低调成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他获得柯文哲的信任？我觉得当然除了什么柯妈，我不晓得到底是不是啊，都外传说是柯妈妈的什么介绍的远亲啊等等。可是光是他这样的性格，我相信对柯文哲来讲，这是最安全、最好用。就是说，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可是你对外是非常的低调，那你又不外显。那你看从过去到现在，而且他年纪轻轻的，他不是那种哇历经这个大风大浪，然后这个江湖看尽他是一个很年轻，可是他就这么低调，所以他获得信任。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柯文哲看这个人倒是没有看走眼，对。但是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呼吁橘子，就是正因为他年轻，未来来日方长，他真的就要这样这个隐姓埋名在日本嘛？而且我相信，以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引渡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签的司法无助，但是我相信他迟早，如果他真的被通缉的话，他迟早还是要回来面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橘子他的角色非常的关键。当然，他如果没有回来，很多事情可能要旁敲侧击，要有更多的引证。但是如果假设他真的回来，然后从他身上或者他带回来怎么样的讯息，或者收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我认为这当然是很关键。那另外讲到这个陈智汉，我倒觉得陈智汉他是心脏很大颗了，某种程度我也佩服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对很多事情他不见得很了解，可是他很敢讲那我觉得他在评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说像这个民众党发生这个摄影器材盗窃，坦白讲，他发生摄影器材盗窃，这个对警方来讲当然是重要的事情，社会关注也是社会关注的事情嘛，那就是迅速破案。那很多的事情，这种我坦白说，台湾是一个非常资讯透明，而且是媒体非常自由的一个国家。你有时候这个媒体它无孔不入，千方百计例如说，像很多人会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讯息都是什么北检的正式管道出来。我都觉得各种，因为其实会看到这些资料的，不是只有警方，律师也有可能或者这个种种其实都有可能。但我是觉得说不用去揣测这些东西，最重要是这件事到底有没有。那至于民众党发生盗窃的事情，你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解读？即使这件事情对检方来说，他们很积极侦办，然后迅速逮获窃嫌，可是对民众党来讲，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逮获窃嫌，为什么外界会知道？等等。就是说，你任何事情，你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好像永远任何案子都是悬案，任何案子别人都是别有企图。可是你万中归一，真正内心这个真正是这个偏差的，我觉得是民众党自己本身了。慧珍，是我刚刚讲上报的那一篇，我们就不讲有没有建商集资这些。但是最起码检方现在看起来是在从 USB 里面去找一些名字，对，他们想要建立的巩固的是，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讲，那如果每一个人后面有数字，我都传来问，问是你跟他约时间还是钱？对，如果每个人都是钱，那为什么到你就是约时间？对，那你要解释一下。对，但是被传的人一定都很难想象，就是我们刚刚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是你要写在 USB 里面？为什么？我觉得显然这是做账的人要给主子看的。通常是做账人要给主子看的，还就用是因为钱太多了。第三件事情，这钱另有他用。我这样讲好了啦，因为那个小五哥也很熟财经界，其实每到选举的时候老板们是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会很多人从县市长啦、立委啦、议员啦一路这样下来，也等为一看到也等为那两亿的惊，你知道不？因为很多人都是认识好朋友，你要让收听嘛。可是因为收听一个另外一个，你那个听你不听我，所以有的人为了不能讲避祸，为了因为就想说不想要压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干脆就飞出国。对，出国。所以那段时间会有很多人出国。那这个新闻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是跟你讲说，他们是希望蓝百合，
所以有一群立场上是希望蓝白合的建商。那因为那个上报我有稍微问一下，他们就说是北部的，他们没有写那么清楚啦。但是就是说是北部的建商，然后大家其实本来是觉得说，那就因为有求听嘛，那反正我们希望你不要出来这样蓝白合，这样其实对选举有帮助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大家就是说，那我们就出来吃饭，然后我们也就是实质上的就是帮你。但是他们很讶异的是2件事，第一个说他来坐下来就吃饭，没有跟人家在交割，没有跟人家在聊天，没有跟人家。这跟传说上柯文哲的个性蛮像的，对，跟传说上对。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一次爆发出来之后，他才发现怎么会被他说，有的人甚至觉得说我从有选举以来，我斗内到现在，从来没有一次出事，就这一次竟然出事。出事的原因是因为你一般是出钱的人因为有人出很多嘛，就想说啊，我给怎样，就怎么会是收钱的人去记这笔账？跟人家在聊天，没有跟人家。这跟传说上柯文哲的个性蛮像的，对，跟传说上的。对，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一次爆发出来之后，他才发现怎么会被他说，有的人甚至觉得说我从有选举以来，我斗内到现在，从来没有一次出事，就这一次竟然出事。出事的原因是因为你一般是出钱的人因为有人出很多嘛，就想说啊，我给怎样，就怎么会是收钱的人去记这笔账？那第2个，很多人他们就说很多，比如说这个康张的人，要选总统这个康张的人，他们把钱拿了，其实都会交给总部或者是交给什么，就是给公用嘛，就选举用嘛，就选举用。结果现在我觉得会有那个 USB 的这一个，显然不是真的是给民众党用，或者是说可能真的有给民众党用，因为不是还对照之前大概有300多个是10万还是900多的，是不是同比收了之后，然后再化整为零，然后再透过匿名的方式再回到总部？但有趣的是，回到总部之后，你还要用福报薪资的方式再洗出来，或者是再洗到木可。所以你光是这件事情，你就会知道他会做这个账的目的，绝对是有一个，要不然就别有所用，要不然就是金额实在太多，或者就给的人太多。那另外一个其实还有一个说法，谁没给？比如说有15个建商，今天只有11个人来交保护费概念，那其他4个人是谁？也有人是说有这样的说法，对，这个好像听说有这样的用意在。然后我今天还听另外一个议员，我不要讲他，这最近把人家讲名字出来，没有经过同意，好像很严重。就是也有议员就说他还遇过一个老板跟他说，我给3拜，第1拜、第2拜、第3拜，我就散了。就意思是什么？他就是好像是他有人说是化缘，化缘还是可遇不可求，化你一次就好了。他这个是像缴保护费，1次、2次、3次，那现在问题来了。其他的那一些政党的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你会发现他们的出去的账，都是一些媒体啊、公关啊，都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他们家的账。尼奥啊、石乐啊，然后一大堆，还有那个什么做民调的那些公司。然后呢，弄完之后，其中还有几千万是弄到木可那边去的，然后是给他买咖啡，咖啡在哪里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我的疑惑点是，这么多钱，简单讲就3个，就选钱是你从很多财团弄给你，台面上匿名的，或者是你私底下收的，不管，反正弄到了靳总，弄到靳总之后再洗到尼奥，洗到木可之类的，或者是都已经我要强调一点，1月26号都已经1月26号选完了，你竟然在1月26号那一天，你比如说给范老师，给1天之内汇给他2笔，然后现在人家说这2笔好像有1笔是没进来的，那你把钱从靳总都已经选完，你洗出来要干嘛？如果你真的是公用，如果你真的是要留给民众党用，你就留给靳总，你到时候一笔捐给你的其他的都好啊，而且很有趣，连众望基金会都报假的。众望基金会2年，他们是已经跟台北
市政府社会局说他们有补申报他们的相关的一些，然后台北社会局直接把它拿给检联，就是不敢公开。哎，按照法律规定要公开好吗？你要公开给我们看啊！但是他现在妙的是，他2年进来2700万，他光人事费2年也编了1000万出去。OK， 那又是编给谁？所以光这个人事费里面来去的钱这么多，这就会让人家觉得，我觉得哦，就是你们现在这些民众党的，尤其是高层这一些，或者是核心的，你如果不把事情讲出来，讲出你真的，其实你真的有可能会被最后以所谓的协助犯来论罪。不过当然你说有没有涉及到中间有没有洗钱，或是有账涉及到刑事的问题，那就看检方侦办以后到底会是怎么样。但是刚才慧珍讲说，现在不要随便讲别人的一些的名字。我那个 USB 这件事情为什么闹到这么大？这我可以讲哦，你可以讲，我亲自跟徐小新询问过，这个没问题，对。当天他有取得，你有取得他同意，他可以你在这里转述。有，我在赖上跟他沟通过，这段没有问题，这没问题。其实事情发生当天是在傅昆萁委员母亲的告别式当天发生的事情嘛。那巧先说他讲法跟吴宗宪委员讲法是一样的，就说因为当天的情况是现场，也就在候机室，是一群人，大家在那边聊天，包括柯文哲也在现场。不是某一个委员跟柯文哲单独聊天聊很久，不是，是人来人往，所以大家互相的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的问，所以没有所谓的柯私下找吴宗宪委员问事情的这个事情。要先确定没有什么私下去问吴宗宪啊 ，USB 被破解啊，会不会有什么后续效应？没有这个事情。然后巧先也特别讲，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他们之间委员在聊天的时候有讲到，如果 USB 里面的资料啊，有没有可能会被北检啊，或者是检调拿来这个加油添醋啊，编造故事，因为外面的风风雨雨问题太多嘛，真消息假消息一堆。他们讲的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聊到柯文哲忧不忧心 USB 被破解的问题，他说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情。所以当这件事情直接爆发完之后，黄伟汉先生他就直接讲了嘛，他就道歉。伟汉有公开道歉，对，他公开道歉，他不只是跟这个吴宗宪委员道歉，他也在脸书公开道歉，说他可能针对这个事情理解有误，描述有错嘛，所以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那伟汉哥也讲了嘛，他说他以后不会再评论柯文哲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事情就到此为止，我相信真相很清楚了。但我觉得可惜的是，有一些媒体还硬要见缝插针啊，说看国民党的委员两个人讲话不一样，国民党委员自己互相打自己的脸。认为好像有什么猫腻在里面，硬要把它讲得很神秘一样。可是这事情就很单纯，就是的确有聊到 USB， 但不是讲会不会被破解，而讨论到如果这些资料外泄的时候，会不会被某些有心人士拿来做文章罢了。这个才是事情的真相。OK。因为这个礼拜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一般来讲大概到礼拜3、礼拜4左右，应小薇议员的那个延押那个就要看北检要不要延。那要不要压，大概就知道。那如果他的动作会连带影响到后面柯文哲主席的这一段，当然刚才博弈讲也是，因为柯爸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柯主席在这个案子里面的一个态度？那这未来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大家要看着这个案情，接下来会怎么样一些发展？当然希望柯爸能够顺利度过这个难关。那整个金华城的案子什么时候会真正的收尾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